Välkommen till Stockholm。讲到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我第一联想到的是印尼，但其实瑞典以267570个小岛的绝对优势位列第一，是印尼的15倍，中国的53倍之多。其实只要你把地图拉大细看，你会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岛屿群，这些都是258万年前开始的末次冰河时期冰层逐步退化而形成的。丝巾正是由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通过70多座桥梁相连，东部还环绕着超过2万多个群岛，这也就成就了丝巾北方威尼斯的美誉。这里是诺贝尔的故乡， IKEA 的创办地，曾作为世界上7个永久中立国之一。前2次世界大战打得那么激烈，瑞典却安静地在那做美男子。也正是由于未受战火波及，这里近700年历史的老城保存完好。哇，瑞典也太酷了吧！怎么有点像法国的感觉？这是抗议什么？这是抗议食肉。对，食肉，应该是鼓励素食主义。我发现这座城市100多万人，感觉像1000多万人一样，非常热闹，非常多的人。这是什么 ？Where is Maputo? Is it in Sweden? 应该是智利的一个叫瓦马普的地方的马普丘的人在这边抗议，就是说当地的政府怎样掠夺他们的资源，让他们政治不自由。好了，今天给大家介绍游玩丝巾必做的10件事情。第一，当然是游览老城区 Gamla Stan， 此意是桥间之城。城内有斯德哥尔摩大教堂、诺贝尔博物馆和骑士教堂等，还是王宫所处之地，还是非常有北欧风情的。走得刚刚好，这条呢就是正中那个中心有2个小岛的中心线。来这里买上几个纪念品，走一走这里最窄的巷子，然后躺在长椅上晒晒日光浴，看看远处驶过的蓝色火车，基本上可以慵懒地打发一下午。第二，走出老城区往东，一定要来逛一逛国王公园。这里历史能追溯到1430年，曾是皇家的菜园，富裕阶层独享的花园。1976年收归国有，开放给大众。1971年，由于群众抗议地铁在此选址会破坏这里的老榆树，就把自己绑在了树上。最终政府妥协，地铁站北移。现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活动、音乐会，春天还能看到满园的樱花，简直不要太热闹。真的是太酷了，等于是整个公园都是小吃啊，还有一些你看前面还有表演的，就像一个很大的夏天的游乐场一样。第三，丝巾有超过15万人每天骑车通勤，所以来这里一定要试一下这里的电动滑板车，到处都有，非常方便。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这小轮子一磕到什么很容易翻车。给大家看一下，我弄的这个公式叫 VOI， 我随便搞的，等于10块钱解锁，然后3块钱1分钟，试一下。看一下 Unlock， 非常失败的体验，我这里哪都没去，我刚刚把它关了，这边收了40块，然后我找那个号码 SCV7， 然后根本就对不上。这是我第3次尝试，总算成功了。就是这个一定要先扫码，不能看上面的数字，你就直接先扫码，而且我感觉这个的体验非常的感觉不安全。
还在夸这里很人性化，但大家现在看到吗？这边上去没有推的车，没有推车轮的东西，是都有这种推车的，而且这个东西很重，扛不了。我奶奶的，大家看，刚刚从下面上来，累死我了。给大家看一下，一共23分钟，大概79块钱，所费是10块，然后3块1分钟。第四，来瑞典必尝的肉丸。我去的这家店是一家网红店，我还特意问了当地的朋友，都没听过这家店。好吧，但是确实味道不错，有各种野味的选择。便宜的选择是去宜家，朋友说那边的肉丸也相当棒。给大家看一下，非常多的人。因为我正好是一个人，所以很快等到了位置。如果是你有很多人的话，最好要提前订。他点了一个肉丸，这个最经典的，但是他这个只有选一个肉，你另外加，我另外加了一个这个，然后还加了一个这个。这个要另外加钱，我刚开始是以为一样一个，然后点了一个啤酒，这边还挺贵的，点了一个啤酒是 Whisky Stout。刚刚发现大家可以买那个，你像这个才39 30分钟，然后79才100分钟，等于我刚刚没有买这个。第五，眺望平台，第一个是 Mont-Luswagen 站道，可以看到老城区整个椭圆形小岛，就是坐的位置比较少。啊，从哪边走？走这边。漂亮吧？第二个是 Skien-Naviksberget， 这个是当地人经常来的一个小山丘，视野更宽，可能拍照房子又太远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里。我觉得斯德哥尔摩是少数的城市，你可能需要3、4天或者是5、6天，还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的，所以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夏天来。第三是 Golden， 这里是要上电梯经过这个餐厅，然后有一条公共的空中栈道，能看到非常独特的城市视角。Exactly. If you go 2 stairs upstairs. Upstairs, 12. Oh, here. Okay. And then you go up. Okay. Downstairs, and you will have the terrace. The platform. Okay. Thank you so much, man. Thank you. 我刚刚进来还有点害怕，是不是一定要买东西？但是这边看到吗？有一个这个旋转梯上去，上去有一个这个公共的平台，是免费的哦。这边还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哦呀，这边是一个免费的。啊，看啊，不错不错，挺漂亮的。哇，好高！给大家看一下，挺高的吧？第六，这里是欧洲，我去过这么多城市里，坐邮轮体验最棒的一个城市，因为这里岛屿众多，河道蜿蜒，沿路你都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柔美的自然风光和童话般的北欧建筑交相辉映，非常舒畅的体验。第七 ，Skansen 岛很值得放一天游玩，这上面有过山车、瓦萨沉船博物馆，整个岛也很适合步行，是一处身在闹市但又格外静谧的地方。我去逛了动物园的那种麋鹿，里面还有水族馆。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啊，被困在一个这么小的方框里面，和很漂亮的北欧建筑。这个房子，这边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北欧的那种房子，看到吗？全都是。总算看到了一个动物，
这个动物能看到，也是因为它太大了，感觉好孤单的感觉，感觉非常抑郁。大家看到吗？这个鹿其实更可怜，它就是一个这个圈，就是这个圈。这个也是以前的一个路标，看到吗？非常酷。大家看，这里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酷的建筑，风车作坊，然后它里面都保存了以前的样子。这个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是一个纪念碑。有谁知道这个 Belfry 是什么翻译吗？这是以前一个工人的房子，真的是超酷。看到吗？我都保留了以前做饭的烟囱。这边应该是客厅。Ja, det kan vara längre och ha många fler lägenheter. Sörmlands liggande skyskrapor. 他还让这些机器在滚动，这真的挺酷的。我不知道他让它动是干嘛，浪费电，为什么要让它动？可能还在运作什么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厕所，也是这个应该是刷卡还是直接绿色的。我进去看一下，这边可以开吗？哦，可以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边厕所也是非常干净，看到吗？非常干净。第8，地铁艺术。这里有好几个车站都有非常酷的地铁壁画，不像大部分国家，这里没有人在画上又乱涂鸦。我会把这几个站点写在屏幕上。第9，走出城区，拥抱大自然。斯金有66%的区域被森林所覆盖，所以非常适合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加上这里上万的群岛就近在咫尺，每一个小岛都充满特色。推荐一个像 Waxholm， 简直是世外桃源。第10，瑞典人其实很热情，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天，你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也会更了解一些瑞典的思维方式。来斯金的体验远远超出我的预料，这里是一个宝藏目的地，但一定要天气暖点的时候来，才能体会到我说的这些美好。也由于近10几年移民融入问题，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安全的区域，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说明。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下次见。